看到你了，上面。别躲了，下面挺闷的。末流啊！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血，血！哈哈哈哈哈！血！来呀！杀了我！这就是你的君子剑，太慢了，去死吧！我是学堂大师兄，是这天下间最接近先生的人。不做事，死了。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一个人怎么可以胸有如此豪情万丈，文笔却又如此秀美如画？师父啊，我真想去会一会你这位诗仙朋友啊。可惜呀，倒是有几分能耐。这可惜吓不住我。哎呀，许久没有出手了，可我的剑法还是一如既往的冠绝天下。哈哈哈哈哈哈！大师兄，你要去哪儿？师傅让我来帮你一程，剩下的路你还是自己走吧。这茫茫人海，还有许多姑娘没有见过我，我得去见她们。此行无终点，他日难相见。宝瑞，珍重。师兄不是要往北行吗？那千里荒原，万里冰川，不看了吗？等等我，咱们还是同行吧。
还有说，你们此行一路往北，到底是为何呀？方才师伯遇到了我的妹妹，我们就是追他们而来的。他们带走了我最好的朋友。原来如此啊！刚才那辆马车中有一个人的气息非常微弱，好像是受了很严重的伤一样。哎呀，若是刚才我能拦住那辆马车，是不是此行就可提前结束了？是的。哎呀，为之悔之啊！师兄，你说马车里的人气息很微弱。是啊，与其说是虚弱，倒不如说是快死了。他们不会让叶鼎之死的。这种情况只有2种可能，一种是他们在带走叶鼎之的时候，把他打成了重伤。虽然我与人哥多年未见，但他的功力绝不可能在我之下，想把他打成重伤，应该不太可能。所以便有可能是第2种。东君，你还记得我们北阙寻找天生五脉之事吗？而叶鼎之就是另一个天生五脉。你是说，云哥已经练了虚念功？可这和虚弱有什么关系？自行修炼自然不会虚弱，怕是叶鼎之被人强行渡宫了。强行渡宫？北阙魂官钟飞离，表面上看上去玩世不恭，实则是个武疯子。他以凡体之躯强行修炼了3重虚念功。若是他将这些功力注入到叶鼎之体内，叶鼎之只需在经脉承受极限内，对这3重功力进行锻打，他便能获得非离所修的3重虚念功。奇哉妙哉呀！天下竟有此等可以渡宫的武功。瑶儿，此行到天外天还需多久？日夜兼程17日左右。师兄，拜托你一件事情，接下来的路怕是交由你来赶车了。我继续修炼着虚念功，虽然云哥的3重功力是白给的，但我也绝不能输给他。他练到第3重，那我也要入第3重。包在我身上。怎么突然这么冷？当然了，小师弟，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极北之地了。来，哎，师兄，快把帘子拉上，你这是要冻死师弟啊！哦。是。你刚才运功时真气澎湃，我怕你体内真气散不出来，也就没给你披上。怎么样，好点了吗？瑶儿，那你岂不是要冻到了？我们一起盖吧。小师弟，你可真不害臊啊！东君，你虚念功练到第几重了？你说过，1重功1层楼，每层都是重重阻碍。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恰好登到了第3层，不多不少，虚念功第3重。这就是天外天。魂官，你先带孩子进去，用内力给孩子御寒。我和叶鼎之直接去狼月府邸找父亲。为何不能一起？虽说是福地，也不是谁都可以去的。那边是比这还要可怕的一片冰原，再神勇的马也会望而却步。我们只能徒步前行。
文氏，你先跟着叔叔去暖和一点的房间里，爹爹随后就到。爹爹小心。放心吧，爹爹很快就会回来的。你阿娘还在等着我们。无相尊使，这位就是你们天外天如今的掌事人吗？吾相在此恭候叶公子的到来已经许久了。在下叶鼎之。尊使，外面的事情就麻烦你了，孩子也请照顾一二。去往狼月福地途中不乏危险，请二位务必小心。多谢。尊使，你带孩子先回去，我在这里还要等几位朋友。尊使，你要亲自出战吗？暗使传信回来了，仵作已经被他们杀了。我若不战，天外天还有人能拦住他们吗？菲离，去吧，很快。属于我们的天下就要到来了。就要到了，他们必是直接去了狼月福地，那里马车无法行进。再过一会儿，我们就要下车徒步过去了。师兄，怎么了？小师弟，不是师兄我想停啊，喏，前边有个拦路的。长公主，又见面了。上次未能同你说的话，如今一并说了吧。尊使为了自己的权利，欲我去使如今终于能过上安稳日子的天外天百姓为你卖命，你夜里心安吗？在我看来，这才是让北阙走向真正的覆灭。长公主，错了，吾相这一生从未对权力有过执念。只是我们的百姓原本就应该生活在那片温暖富饶的土地上，而不是这片贫瘠苦寒之地。但有些事情已经注定了，如果放不下，只会败得更惨。与其让战火重燃，不如在新的家园获得重生。败！等国主出关重临北离，到那时这世上没有比他更强大的存在。长公主，难道希望自己的父亲一直沉睡吗？如果他的醒来会带领北阙走往覆灭，那么是的。唉，又是一个入了邪道之人，只不过这个家伙要难对付得多了。为何？那个仵作使入了邪道，只不过是徒有其表，不堪一击；而这个相使，他连心都入了邪道啊！他的心坚若磐石，他认定自己做的事情就是正道。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难缠，因为他有信仰，而信仰往往能够驱使出更强大的力量来。
还睡啊？别睡了，今年的舞榜要颁了，你期待自己的名字在哪儿？瑶儿，我已经连续3年入良玉榜首甲了。算上季若风可以给我吹的那2年，一共5年了。今年怎么也该冠绝了吧？冠绝？吹牛。我离开黔东城前往天启的时候，这天下间也没人会想到我能入良玉榜吧？旁的不说，就连我爹娘都不信。所以说，这世间上的事儿，本就只怕不敢想。更何况，我还有一个口气比天还大的师傅。我这个做徒弟的呢，不过是想与山比比肩罢了，很正常嘛。瑶儿，你知道吗？有时候我甚至是觉得天下第一，他就在那儿等着我，不是我在寻他，而是他在等着我。以前这种话，你只有在酒后才说得出来。几年游历，天下广阔，酒在我心中了。冠绝第3甲，整个雪月城都在找你欢呼庆祝，你居然在这里躲闲。那师妹你呢？良玉榜第6甲。那首甲呢？良玉榜首甲，望城山赵玉珍。二师兄，我跟谁都没打过，我怎么就成第一了？从最年轻的良玉榜入榜者，成了最年轻的良玉榜榜首啊！望城山赵玉珍。你看起来很不服气的样子，你想怎么做？我在想，得找个机会，问一问他的剑。哎，文君，文君，你怎么了？没事吧？是不是这个小家伙又欺负你了？忽然想吃东西。是你想吃，还是他想吃？小家伙，以后就算肚子饿了，不能提你娘亲的肚子，听到没？夫君，哎，夫君，这是我新给你绣的荷包。
好看吗？娘子的绣工越发的好了，比你小时候送我那个要精美上不少呢。文君，你怎么起来了？云哥，怎么了吗？没事，有只黄鼠狼过去了。燕静姐，给我剑！燕静姐，给我剑！你先休息一下，我去给你们做碗面。尊使，尊使，您在看什么？非礼，现在是北离的哪一年了？明德5年。姑苏城外草庐里那个孩子，如今也有2岁了吧？非礼，你怎么看？回尊使，若不是您按着，我早就去那姑苏城外了。飞展，你又如何？谋定而后动。你们2个虽为兄弟，性格却不一样。一个做事从不考虑后果，一个则是想明白了才动手，总是错过时机。尊使可是有了什么谋划？是时候了，去找月清吧。二小姐，女人的嫉妒是很可怕的。骑单马喽！还是。这，慢点儿，叶兄弟，小安是
看王叔叔给你带什么了？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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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看这是什么？喜欢吗？送给你了。谢谢王叔叔。王兄，什么事儿啊？这么开心？小炸。哎呦，差点把正事给忘了。今天我路过茶寺，你猜我听到什么了？你的好兄弟百里东君，他现在可厉害了。啊，不过这可不是重点啊，重点是他现在正在世外之地雪月城。我知道你一直想去找他，但又碍于你的身份，害怕给他带来麻烦。但是现在呢，他无牵无挂，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去找他了。可是，雪月城在哪儿？雪月，不如问问老朽啊。老朽与李先生旧时交好，他曾在雪月城落过脚，老朽便知道了雪月城之所在。那太好了，我这就去给东君写信。既然大家都在，今夜就在这里用膳吧。我去给大家做晚饭。不用了，昆仑饮会就要召开了，老朽受邀与会，马上就要启程了。我也是。这次出来的时间有些久了，师门有意，命我即刻回返。吃一饭嘛，就不吃了。小安氏，叔叔要走了，你要乖乖的听话，听到没？等叔叔有空了再回来看你，好不好？说话算话。说话算话，来公。来公，说话算话。谁呀？吾有东君，为兄在姑苏寒水寺下结庐而居，妾与文君育有一子。余年少结染，如今重拥佳人，安稳幸福，暂消仇恨。今闻东君于雪月城，特邀你前来一聚。兄叶云，怎么了？是云哥。二小姐，叶鼎之下山去了，忘忧也不在山上。我已经对易文君下了散魂香，现在的他，应该会想起很多不愿记起，也不愿面对的事情。吾想使这香送得恰到好处。安氏，娘亲，我不是你娘亲。不，你是。师兄。他是萧雨。不，他不是。他是萧雨。他不是。娘亲。原来是卓墨公子，久仰。你久仰什么久仰？你是金口阎罗，我是琢磨多言。你不爱说话，而我一张嘴就能把人给说死，咱俩就不是一路人，就甭跟我客套，还久仰。反正你们人再多也打不过我一个，不如我们就大道朝天，各走一边，折柳相送，就此别过。这位就是你说的北篱八公子之一。
对，琢磨多言。确实是个话痨。二位，我听得到。有幸。哎，你又来了不是？你嘴上说着有幸，但你心里就不是这么想的。你到底能不能真诚一点？我知道。你心里想的一定是我今天怎么这么倒霉，一出门就遇上了雷门第一少年英才，北离八公子之中最难对付的琢磨公子，也就是我。你怕不是今天出门忘了查皇帝，去年上坟忘了告乃翁吧？这个世界上啊，世事难料，而你遇上了我，就是你的不幸。闭嘴！雷门精神指果然厉害。精神指，一指三唱。刚才这一唱叫不离，第二唱叫不归。二公子，有个人也来了。雷，他可真会给自己找事啊！我才刚跟苏沐雨说过，不希望他们来呢。二公子，我们当真还有机会？有没有机会，就看有多少必死之心了。我还有第三场，唱精神。哎，我有个问题，是吗？你们江湖人都是这样一边打架一边给自己解说的吗？雷梦莎，你确实很厉害，只不过你一个人，抵得过我们联手吗？谁说是他一个？我是清歌公子洛轩。清歌公子洛轩，你这家伙，你怎么也来了？只许你能来，我来不得。清歌公子，八公子中的雅公子，据说每次出现在人前，不是有雅乐相伴，就是有花瓣落雨。我一直认为那是夸张的说辞，没想到今日一看，这世上还竟然真的有这么做作的人啊！哼！愣着干嘛？走！想追，先过我这一关。
什么意思呀？你要带我们去哪儿啊？西若寺，就在前边。叫什么？白东君。司空长风。怎么，现在探子取名字都这般讲究了吗？说吧，有什么消息没有？什么消息啊？你们不是老七派来柴桑城里的探子吗？当然是你们这段期间得到的消息啊。柳月和小黑另有任务，你先潜入柴桑城，等到了那里，自有我安排之人与你相见。那个雷大哥，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所以说，你还真就是脑子犯浑，想要闯出点名堂来。于是你从家里偷了一张地契，千里迢迢的跑到这儿来开酒肆卖酒的。哎，准确的说，我是酿酒师。而你，该不会就刚好真是无父无母，江湖浪人一个，恰好来到了柴桑城，而他能给你免费的酒喝，你就打打杂、吹吹水，白吃白喝的住下来了？你这样说，倒也没错，不过措辞能不能稍微委婉一点啊？苍天呐，我是不是脑子抽了？我还以为你们二位是老七派过来的知音，结果你们不过是个过路的。所以我为什么要浪费我的时间，浪费我好不容易伪装来的身份，跑去救你们？我要疯！那个雷大哥，先别疯，也别难过。如果需要帮忙的话，我们二位可以帮。就你那三脚猫的功夫，你怎么帮？有人，怎么这么慢啊？是不是太久没打架，骨头都生锈了？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怎么跟师兄说话的，老六？那你说说，你怎么来了？不光是我来了。昌河，你怎么来了？路过了，所以来看。昌河。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没意思。我见你干嘛呀？我过来看戏的。看戏？没错。我有预感，这次这柴桑城里一定会有场好戏发生，说不定我还有机会见识到那群传说中的天之骄子们。谢强，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顾剑门怎么了？他不是马上就要成新郎官了吗？为什么你们一个个死去活来的？整个西南道一共有2大世家：柴桑城金钱坊的顾家和开阳城沐浴行的晏家。半个月前，顾大公子顾洛离于柴桑城300里开外的巴别城暴毙而亡。自此，整个顾家能够当家做主的只有2个人。
顾洛离的最小的叔父顾五爷，另一个，则是顾洛离的亲弟弟，也就是我们的老三，顾剑门。但司空长风都跟我说过了。他皇娘爷们哪里变出的这些东西？别问，问了就是做作。顾洛离生死不到3日，顾五爷便仗着他叔父的身份，给他定了一门亲事。而这个亲家就是燕家千金，燕琉璃，就是今日在马车里的那位。他的兄长便是燕家的当家人，也就是与你在酒馆里喝酒的那位，燕别天。原来这门亲事是这么来的，也就是说，顾家大公子不是突然暴毙，而是燕家和顾五爷联手策划害死了他。然后想通过这门亲事彻底的控制失去当家人的顾家。可是这样一来，顾家不就成了燕家的囊中之物？这样做对顾五爷有什么好处啊？没想到啊！你这么个少年郎，竟然对这世间污秽的人心了解的挺深呐。对。顾五爷虽然在顾家空有个叔父的名头，但他没有权，所以他心里早就不甘了。此事一成，若他成为家主，失去一个西南道第1的位置，又何妨呢？难怪这座城这么奇怪，也就是说，顾府附近，不，整个顾府都已经被燕家控制了。是几乎都被燕家给控制了，直到这位小白兄弟出现在了龙首街，所以啊，对燕家而言，你很蹊跷。不蹊跷，一时兴起，一时兴起。我还有个事儿。你说。那边有个女鬼。人被救走了，是属下无能。不怪你无能，北离八公子一次来了2，你们自然不是对手。你是从我这儿学了什么多嘴的臭毛病？明知道他是谁，你还调侃他啊？谁呀？燕小姐，金戈公子、卓墨公子，初次见面，幸会。啊，也不算是初次，护送你一路上，咱们见过很多次。你就是白日里在马车里的那个姑娘？你就是94的小老板？还没死呢。我大人有大量，不跟你计较啊。老七与我说，他要邀请一位关键人物，我也是没想到。请坐。不知燕姑娘是何意啊？为何白天还放任手下大杀一场，晚上却亲自跑过来和我们密会？好问题。因为我爱他。你爱谁？我的天哪，多新鲜呐！你竟然真的爱顾剑门，所以你们燕家把顾洛离给杀了，就是为了让你顺理成章的嫁给顾剑门。是你疯了，还是整个燕家都疯了？我看是你疯了。你能不能闭嘴？你爱的，应该是前几日暴毙的顾家大公子顾洛离吧？看来是我猜对了。是的，我爱的是顾洛离，但没人知道，我兄长要借我的婚姻，从而控制整个顾家。他杀了我爱的人，还想拿我当棋子来设局。所以，你是故意入的局，
为的是破局。是的。婚礼那日，我是绝对不会嫁给顾剑门的。我要嫁的，只会是顾洛离。恕我直言啊，他已经死了。死了又如何呢？我还是爱他呀。燕小姐，你需要我们怎么帮助你呢？抢亲。抢亲？不久之后，你们的兄弟会去劫一样很重要的东西，你们就带着那个东西来抢亲，然后做好杀人的准备。对了，你们要记住，下棋的从来就不是我的兄长，而是我。恕我直言，有点变态。一个心里全是怨恨的女人能有多正常？对了，我的直觉告诉我，我兄长身后还有其他势力，一股更强大的势力。什么？你要去抢亲？李大哥昨日不是去寻找合适的人选了吗？世间人人都识得北篱八公子，你们不宜亲自出面。至于其他的人选，能帮忙且愿意帮忙的人又屈指可数。更何况，也不好让无辜之人平白的卷入这场纷争。既如此，那不如让我试试。掌柜的，为什么？我确实之前是想过找你们帮忙的，我甚至连说服你们的理由我都已经想好了。但是就像你说的，我确实还没有下定决心把一些无辜之人卷入其中。可无论我想与不想，我都已经卷入了呀。我想听的是你真正的想法。名扬天下。什么？我想名扬天下。顾先生，有客至，可愿相迎？迎。情友之间，当以情因治好。先生以为如何？是仙子。我以为只是一个贵客，没想到是来自天外天的贵客。先生认得我？你的眼睛和你的母亲很像。
原来是家母故人，那还请先生助我们北阙一臂之力。我知道姑娘此行的目的，可我已不问世事，你还是请回吧。仙子姐姐在看我。徒儿，该醒醒了。我感觉我要醉倒在这王眼眸中了。傻孩子，真给为师丢人。仙子姐姐，你叫什么名字呀？不如你先回答我吧，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东君。东君。东君科佩深烂山，青玉过石拂柳端。不信蓬莱千万里，春风还未过人间。真是个极好的名字啊！东君科佩深烂山，青玉过石拂柳端。仙子姐姐，你要走了吗？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以后我要怎么去找你啊？不如我来找你吧。等哪日你名扬天下，世上谁都知道你在何处之时，我便来找你。果真是个少年啊！确定不是在嘲笑我吗？不，我是在夸赞你。他这是在阴阳怪气的说我，他脑子有病。讲真的，你为什么会觉得抢了这次亲就能够名扬天下呢？因为这不是门普通的亲啊，正如燕姑娘昨日所说，这门亲事乃西南道的登基大典。既然我已经得罪了燕家，靠着酿酒混入婚宴扬名的办法已然是行不通了，那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堂堂正正的抢了他这门婚事。到时候宾客满座，看我如神兵一般从天而降，无一不为我英勇的身姿所折服。掌柜的，过了。哦，原来你小子是为了女人啊？那又怎么样？不是你就没想过吗？如果你为的这个女人知道你去抢了别人的亲，她不生气？怕什么？有你们北离八公子作证，你们不是都去吗？我这可是为了生死义气。去吧。不去吗？应该去吧。看个花，今天刚采的花。我们家新出了几个菜，尝尝。小姐，是我。静。小姐，什么消息？燕家那边同意我们的要求，为表合作诚意，会将那样东西送到我们指定的地点。有了那样东西，一旦我们将燕家扶上尊位，西南道便尽在我们掌控。
闪。来者何人？你可知我乃西南道燕家之人，得罪我们，可有想过下场？巧了，我们找的就是燕家的人。告诉他们，留下东西，饶他们不死。听到了吗？我家公子说了，西南道燕家算个屁呀！留下马车里的东西，饶你们不死。前半句，我可没说。我知道公子你肯定想这么说。好大的口气！你家公子倒是何人？我家公子可是……废话那么多干什么？上去揍他们！公子，你让我说完，听到没有？我家公子说不和你们废话，让我揍你们！欺人太甚！借光！公子点灯美人陪，杀人放火金腰带。你是8大公子中的柳月，传说你容貌绝代，也因此特别讨厌别人看你的脸，故而出行必在轿中，能不露面就不露面。今日一见，果然如此。公子，怎么办？被人看出来。早说了，做人不要这么讲究，这件事也太明显了。我也不想让别人认出我的身份，但别人一下就知道了。看来我是真的很有名。也是，没错，我们就是被公子榜评为容颜绝代的柳月公子。是我，不是我们。那老子就来会会你8大公子。不堪一击，不堪一击呀！还不出来帮忙吗？很美的一把剑，是吗？那可配得上绝代的柳月公子。人非剑气，如何混为一谈？敢问剑主何名？白发仙。有趣的名字。我这把剑以美扬名，若是这把美剑可以杀死大名鼎鼎的柳月公子，是不是也很有趣啊？你有信心杀我？有些难度，不过我想试一试。很多人都想试一试，但我依然坐在这里。是吗？公子又来了。
来许多人。感觉到了，轻敌了。在杀你之前，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说，我想看看你的脸。世人以白为美，唯他通体浊黑；世人尚美宠美，唯他爱丑怨丑。你是莫尘公子，莫小黑。哎，我问你，你说这次抢亲危险不危险？当然危险。要我说，你就不该去抢这个亲。那自然就是了，总要有一些准备，给自己留个后手。哎，我看燕姑娘也有几分姿色，真没法和你那仙子姐姐相比。我可不是什么随便的人，知道什么是一往情深吗？哎，你有喜欢的人吗？我，哼，我可不喜欢情情爱爱。啊？啊什么？你没事吧？哎，你干嘛？你什么意思啊？哎，你跑什么呀？你不正常。我只是说我不喜欢那些矫情的爱来爱去，就像我师傅一样，一点也不自在。你师傅？对啊，我师傅，就是将这个银月枪传给我的人。好吧，其实他也不算是我师傅。我遇见他的时候，他已经快不行了，浑身长满烂疮，躺在一个废弃的道观口等死。那可是追须枪林9，却落到这般境地。后来我救了他，他教了我5日枪法。然后呢？然后5天之后他就死了。临死前，他让我把他的骨灰带回他的家乡。他跟我说，他曾经在那儿有一个很深爱的女人。那个女子呢，每日清晨都会在湖边梳头。他当时只是个穷小子，而那个女子却是镇上最美丽的女子。于是，他下了狠心，拿起枪便去闯荡江湖。只是这一入江湖，便是整整的30年。30年？那女子早该嫁人了吧？在他离开后的第3年，那女子便嫁人了。他甚至都不会记得，曾经有那样一位少年，每日早早起来练枪，只为了看他一眼梳头的样子。你师傅也是个了不起的人啊。了不起吗？或许吧。你看，这就是江湖。所谓的情啊爱啊，根本就没有。人生苦短，何必给自己找累受呢？司空长风啊，你说你是个江湖浪客，一杆长枪，一壶烈酒，浪迹江湖。请问你浪迹的是哪个江湖啊？江河湖海的那个江湖？那只能叫浮水，怎么算得上是浪迹江湖呢？哦，原来是有人的那个江湖啊。对啊，既然有人，那便会有7情6欲，那情和爱便会是理所当然。也正因为有情、有义、有英雄、有美人，江湖才会如此动人。就当我说不过你。之前你说你快要死了，是什么意思啊？我只有15岁之后的记忆了，在之前的事情我就记不清了。但练了枪之后，有了武术功底，发现自己的心脉早已严重受损，没有几日好活了。白同学，要不我替你去抢亲吧？现在后悔还来得及。不，我要自己去。名扬天下真的有这么重要吗？为什么他一定要让你名扬天下呢？这个嘛，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我长了一张
看上去就能名扬天下的脸，或者说是我天生骨骼清奇，是个100年难得一遇的绝世英才。没错，就是这样。你什么意思啊？看不起我？四顾朝贺。干嘛？你放心，我是不会死的，你也不会死的。我知道一个人医术很高明，等我们抢完先，我带你去看病。谁要担心你啊？还有，以后少说大话。走了，走了。哎，你等等我呀！不过你今天跟我讲的故事，倒是给了我很多启发呀，让我更加坚信了我做的没错。什么意思啊？我得抓紧时间了呀，不然我心爱的姑娘或许也要嫁人了。虞姬，季轩，怎么样了？东西丢了，也不知那柳月从哪里来的。他一个人来就罢了，还有，那传闻中跟他不对付的莫小黑也来了。那你，我撤得及时，没什么大碍。只是那东西，他们带着他走不远的。我们赶紧回柴桑城，提早做准备。好。也不知他要这个东西，想玩出什么花样来。看出什么了？不错，不错。什么不错？你来了，很不错。我来之前，老七可没告诉我，要救的人是你。这就叫做冥冥之中天注定。走吧，方才那个人不是西南道的，看来燕家的背后还有另一股势力。天下第一的美公子与丑公子，还真是有趣的联手。看来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了。二公子，明日我可以穿白衣吗？恐怕不允。婚礼之上，应当穿红衣。只有参加葬礼，才穿白衣的。可谁又知道，明天是婚礼还是葬礼呢？南方丹天军，流经大火岭，半天横五岳，方海震乾坤。周游6河内，统领立天兵。文武呼召至，急速莫欺停。急急如律令，邀去。邀去。妖道休得装神弄鬼。看刀！
就是普通的心蚕丝，死亡时间昨晚亥时，死因是窒息，被裹进白茧之前他还活着。多大仇啊！手法凶残不说，这还示众，太狠了也。太府寺负责国库金帛及谷物的保管出纳，侯南身为少卿，难免树敌无数。要不我去查查，看看他有什么仇家。这种事啊，不如我们先去问问紫苏。还可以从那白茧入手。三胖，你先去彻查一下所有养蚕的人家吧。好。你这是疯了是吧？我错了！哇，错了值几个钱啊？给老娘站住！看我今天不弄死你！我让你站住，听见没有？啊！行啊你，老娘平时待你也不薄，你这是偷到老娘头上来了！哎，怎么能说偷呢？其实呢，我只是想早起帮你打扫一下房间，一想到你房间里面整整齐齐的样子，我就好激动啊！然后我就不小心一激动就打翻了你的这个盒子。我让你进我房间了吗？啊！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掌柜的，早上没人采买吗？没肉了，咱们买了呀，我亲自订的。哦，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这事儿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只是想单纯报答你对我的知遇之恩。不说是吧？来人呀，帮我抓贼！是我。店里全天的供应量，全被你一个人吃了。怎么可能？哪吃得下呀？我只是用那些肉炖了一锅肉汤，炖了整整1宿，再用那些肉汤下了面条，特别入味。早起就得这么吃，才对得起自己的勤劳。那肉呢？都熬成汤渣，我给倒了。不过锅子我刷得非常干净，你就不必夸我勤劳了。哎，大人别打脸，我靠脸吃饭的。等等，这些首饰我给你修。我这些首饰那都是金丝银线穿的，你能修啊？别说金丝银线了，就是水丝火线我也能修好。你说的？嘿嘿，这个。夫人，侯少卿是否有什么仇家？仇家，或是政敌？这些事，主人从不说与我听的。萨摩，你过来看。迷香，你都认得还要我看？脏，让你帮我捏出来。
当牛做马要有当牛做马的样子。哎，迷香。这香炉谁负责的？崔西，府里的大丫鬟。官人的意思是，她不可能的。崔西在府上一直乖巧本分。她现在在何处？去，叫崔西过来。是。夫人是何时发现侯少卿失踪的？今晨发现的。他昨晚彻夜未归，夫人没有察觉吗？我家主人操心政务，常在书房里过夜的。夫人，您叫我。两位查案的官人有话要问你。这书房里的香炉，可是你负责的？是。那这迷香，你作何解释？迷香，香料是夫人配的，我点完之后，夫人便吩咐我出去了。夫人，香料是我亲手配的，绝对没有问题的。翠西，昨夜亥时你在哪儿？在自己房间。可有人证？我与平儿同屋，可她今早才回来。是，昨夜夫人有些头疼，我便睡在夫人房里了，以便照应。萨摩，那个丫头戴的就是这种簪子，比侯夫人的还贵。我让李治买了一只来给你看看。不错，可以。这种品质的，再长3、5只，我的气大概就能消了。你们，怎么了？老大，你们知不知道，这个蚕啊，从卵长成茧需要多久哦？1个月。哈哈哈！就是1个月，这是常识嘛，对不对？你别告诉我，你跑出去这么久，就查了个这个。怎么可能啊！我跟你说，这个蚕的繁殖规律是从卵到茧需要1个月的时间哈，这没错啊，这没错啊，你知道的哈。然后呢，我呀查了整个长安城所有养蚕的大户，我还查了1个月前刚开始大量购置蚕卵的人家。你们猜怎么着？查到了。数量极其庞大，根本无从查找啊！你就没在这里头查到不对劲儿的人家？客官这边有。谁？侯南自己家算吧。侯夫人，您家1个月前开始大量饲养蚕，敢问是何原因？什么意思啊？你们这是怀疑我吗？不错，我们有理由相信侯少卿同府上的大丫鬟崔西有着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你发现之后心生妒火，便起意杀人嫁祸。证据呢？你只需交代府上蚕丝的去处即可。那些蚕丝都在崔西的身上。全府上下的人都可以给我作证。你们特地养蚕收蚕丝，就是为了给下人做件衣裳？官人所言非虚。崔西同我家主人的关系确实不同于一般的主仆，因为他是我家主人的亲骨肉。啊！
崔熙是我们主人的私生女，那已是我进侯府之前的事了。多年来，我同主人虽是间谍情深，但始终没有子女。侯郎对我没有半句指责，反而时时安慰我。在我得知主人有此一女后，便决意要帮侯郎把骨肉寻回，哪知这孩子竟早已身陷烟花之地。夫人心善，将我赎了回来，我这才得以与父亲相认。可是你回来后，怎么变成了大丫鬟了？不应该是大小姐吗？我出身青楼，能待在父亲身边侍奉，已经很高兴。夫人也视我如己出，处处用心。从小不知自己生辰何时，直到前日父亲说与我听，我才知道的。这身衣裳是夫人赠我的生辰礼，制作剪裁，夫人都亲自过问。我以为自己终于能过上有爹娘疼爱的日子，可是我没想到。好了，好孩子，从今往后，娘疼你。夫人，不要再叫夫人了，叫我娘亲吧。娘亲，娘亲。打扰一下，你是何时进府的？大约2、3月前吧。那你之前在青楼的时候，可有什么相好的主顾？你说什么呢你？怎么啦？没事提人家伤心事儿干嘛呀？我跟你说没说过，我断案的时候不要打扰我。不打紧的，真心实意的想好没有？倒有个常来捧场的老叟，挺痴心的模样。可自打我进府后，我们也再没见过了。那这个有完没完？陈年往事跟这儿，哎呀！老叟是谁？好像是个大官来的，姓萧，叫萧生。对，就是他。太子詹事萧生。是。你可工于诗词，还是通晓音律？我从小研习，算是谋生的本事吧。你这是怎么看出来的？你俩之前认识？这位姑娘，我们老大肯定不认识。可是萧生萧战士是我们老大的启蒙老师。不，你是属狗的吗你？哎，眼下北方边境失利，百姓饱受战火荼毒。二位以为此事当如何处理呀？萧某以为应以民生为重，主动出击，驱除外敌。眼前敌兵虽然活跃，但只是小股分头势力作祟。若能个个击破，那无异于断敌方之手足。萧公言之有理。敌方虽然大胜，却也是元气大损，正骄且躁，而我军恢复速度远快于敌方。此时出兵快攻，当是良机呀！二位大人一向都是主战派，可是此种战法需要我军精兵能稳定发挥实力。现在是新帅带兵，士气如何尚不可知。倘若贸然出战，恐怕是要吃亏呀。只怕假以时日，敌方亦已养精蓄锐，更加难以对付了。如此，明日议政时将此事禀告陛下，与各部共同商议。好。哦，对了，今日上朝时，太傅司少卿侯南无故缺席，
二位可知是什么原因呢？不知。吕延忠也未见踪影。谏议大夫吕延忠称病告假。父亲，上官紫苏见过萧詹事程普业。什么？我等先行告退。此事当真？确认无误。这侯南不掌太府寺实权，有谁又有什么必要要对他下这么重的手呢？彻查此事，以防节外生枝。是。另外，增派人手，保护好谏议大夫。吕延忠，他二人干的那些勾当，程普业不是马上要查清收网了吗？涉案人员都在地方上，也不至于。先按我说的做。是吧？主人，主人，你死得好惨呐！快禀告夫人，快啊！1天之内2位官员丧命，真有些蹊跷。哎，蹊跷蹊跷。你干嘛呢？我看这些蜡烛，剩这么多烛油，我拿回去熔一熔，能做出好多根新烛来。再说了，咱们自己用不完。我还可以拿着去卖，又可以赚一笔钱。府上怎么这么多烛台？还有这么厚的蜡油，看来你们家挺费蜡的。啊，禀官人，我家主人视力不大好，白天倒是没什么，就是入了夜不行，晚上不多点些灯的话，一点都看不清楚。这吕延忠身居要职。啊，要职？谏议大夫正5品上，不算要职。哦，还以为他是个小官呢。双爷说这吕大夫是感染某种寄生虫而亡。寄生虫这种东西嘛，吃了不干净的食物，沾了不干净的水，才有可能染来的。不是的，主人恐怕是被萤火虫给咬了。啊？萤火虫？哦，主人生病初期向我们提过，有一晚，主人他刚睡下，就听见有人敲门，他去开门，却不见人，回屋就被萤火虫给咬了。这萤火虫不咬人的吧？怎么了？这2起案子，没准真有关联。怎么说？如果这个凶手是精通于蚊虫饲养之道的人，就可以通过人为操作，令这个受害者感染寄生虫。饲养蚊虫是有这样的人，不是操蛊，而是这些人研究蚊虫的习性，利用他们的本能引导他们。有研究精深者甚至可以催熟他们，比如说，他们可以加快蚕的生长进程，令蚕卵7天内长成茧。你去找四娘，问问她听没听说过城里有这种人。怎么这么会指使人？那你呢？我回一趟大理寺，查查2个受害人之间到底有没有联系。萤火虫。客官慢走啊！紫苏姑娘，喝杯茶压压惊。哎呀，都在呢。哎呀，你们真是不知道，那个谏议大夫吕延忠。紫苏姑娘，我这刚说到吕延忠，我没说什么龙毛区啊。算上你这次呢，他已经是第4遍听到别人跟他详细描述那个吕延忠的死亡惨状，听一遍呢就得上楼狂洗1遍澡。照这个架势，现在是不用听完就得上去洗了。哎呦，紫苏姑娘，我不知道啊，我恭喜你啊，三胖，
你已经成功的离紫苏姑娘越来越远了。信不信我一口鲜血喷你脸上？好茶。久等了，有头绪了。紫苏已经跟我们说过了。紫苏，他跟你们说什么了？紫苏说，有一个姓程的大官早就暗中调查侯南和吕元忠在地方联合售卖官职的事情。尚书左仆射程同。对，他还说，买官的人早就已经被刑部派人监视了。与此案相关的买官者都在地方上，基本可以肯定这2个案子与那些人没什么关系。三炮啊，你那边有什么消息吗？我去崔西崔姑娘原来的地方问过了，这个萧生萧战士确实常去捧场，而且到现在都是。什么意思？现在顶替崔西姑娘的呀，是一个家道中落的大户女子，她的才情比崔西姑娘可不知高了多少，很得萧战士欢喜。萧战士虽然年事已高，只是因为嗜爱诗词音律，所以对这些有学识的女子啊，他都是赏识怜爱。不过呢，都没有肌肤之亲。哎呀，哦对，这个崔西崔姑娘啊，她能够通过侯夫人跟她的父亲相认，好像暗中也是得到了萧战士的帮助。不过崔西本人并不知情。同我料想的差不多。说的那么好听，到头来还不是个见异思迁的老色鬼。用你评头论足吗？我让你问的是问了吗？问你话呢？哎，好了好了，问了，但是我确实不知道什么养虫的事。不要紧。你刚进门时说有头绪了，有什么新的进展吗？我们基本可以锁定嫌犯了。真的？在吕元忠患病期间，他们家有个小厮失踪了，而且这个人就是吕元忠看到萤火虫那晚的守夜小厮。那这么说，这个虫子就是他放的喽？他畏罪潜逃了？有可能。前段时间吕家人心惶惶，一直没人注意到少了个人。吕家的小厮，不是说是连环案件吗？那他跟侯南能有什么关系呢？暂时还不清楚。三炮，啊，你去把这个小厮给我查出来。紫苏姑娘，我再也不提吕元忠了啊！你再跟我去一趟吕家。凭什么？我不去。凭你是我花钱雇的牛马。哎，三毛，你来看一下，这竹笼编得好细致啊，你可以拿去卖个好价钱。刚刚是我话说重了，驳了你的面子，抱歉。哎，我听说丰泰阁请了个新厨子，味道做得还不错，我打算去试试。刚刚怎么好像听到有人跟我说话？说什么？是你吗？哎，你看，这个是养虫的器具吧？这个笼子不是你说了让我拿走卖的？我是说里面是蚊虫，不是萤火虫。所以呢？难道不是它？大概不是吧？你看这个房间里，要有的话也只有蛐蛐罐，哪有什么养蚕的痕迹吗？吕府的守夜小厮找到了，在哪？已经送到双燕那儿了。哈？找到的是他的尸体，在城南的大石桥下面发现的。
那小厮是淹死的，脸朝下泡在水里，大概就是淹死的吧。这块的水不急也不深，怎么能淹死呢？淹死倒不奇怪，奇怪的是，现在这个季节，这河里的水怎么会这么少呢？闭眼，想象有一片天空，天空的下面有大地，大地的下面有尸体，尸体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入土为安，尸体都会化作小花、小草、蝴蝶。干什么呢？哦，你们来了，双叶来过，这会儿回去验尸了。怎么了？一惊一乍的。啊，小花、小草、小草。什么小花小草？重生的感觉。你说的说什么说？怎么的？你要是女的，你还比不上人家紫苏呢。四娘不是女的吗？双叶不是女的吗？你又说我什么呢？夸你呢，说你美，说你美若天仙。我不信。说上上，等会儿，五哥，闭上眼睛，感受。说吧。那吕延忠他家死的那个小厮，脑后有被人按压过的痕迹，似乎是挣扎所致。也就是说，他也是被谋杀的。那小厮有个瘸腿的妹妹，听说那小厮对他妹妹一直很好，自己在吕家卖命，省吃俭用的拿了月钱，全给妹妹。你可知道你哥哥近日是否曾与人结怨？从未听说过。哥哥最近带了好多钱回来，刚以为能过上好日子，结果他……钱？他有告诉过你那些钱怎么来的吗？没。不过那钱我没舍得动。哎，这钱袋看着好眼熟啊！你看哪个钱袋不眼熟？全城百姓的钱袋大概都被你过一遍手了吧？你上次见他是什么时候？就是他拿之前回来的时候，大概6、7天前。那小厮背后还有个主谋，能花重金收买了他，那主谋一定是个有权有势的人了。恐怕这件事还是同买卖官职的案子摘不开。买官案的负责人是程同，去拜访他，或许有用。你不是要现在去吗？天上下着雨，我肚子还饿了，牛马还得请喂草料呢。程府离丰泰阁挺近的。丰泰阁？其实这饭呢，放晚点吃最好。马不吃夜草不肥嘛，对不对？二位官人有何贵干？大理寺少卿李治同程仆爷有话说。哦，我家主人不在，三位还是请回吧。哎，不请我进去坐着等吗？哎，是你呀？是你？啊，你们三个一起的？这2位是我的朋友。我们家主人确实不在，等主人回来，我一定转告他。三位要不还是隔日再来吧？啊，哎，不是，不在你让我们进去等，干嘛轰我们？哎，真不在啊！你怎么认识程府的家仆？前几日闲来无事，在东市摆摊，程府的家仆在我摆的摊上买过鸡，40文一只，买了2大篓，说是他府上要摆全鸡宴，
城府最近有办拳击宴吗？老大怎么没邀请你？就你老大这副朝堂边缘人的样子，人家邀请他才怪呢。对了，子苏，问你呢，最近城府有摆宴席吗？应该是没有。程仆夜如果设宴，一定会邀请家父的。那就很清楚了。现在案情已经大致可以确定了，凶手就是那个程鬼，你们可以去抓人了。程通可是朝廷重臣，这种事情没有十足的把握，可绝不能轻举妄动。养蚕的人都知道，蚕很脆弱，不能直接拿手拨弄它，需要用到毛笔、毛刷，而鸡绒毛做成的毛笔最为柔软。程府的家仆在我手上买了那么多只鸡，说是为了摆拳击宴，但他府上近期又并没有宴请，所以买这么多只鸡，就不是为了吃，很可能是为了鸡毛。仅在我手上就买了2大笼鸡，因此可以推断，程官人家里应当是养了不少蚕。包裹侯少卿的蚕丝，应该就是这样来的。而且我没记错的话，我摆摊卖鸡，正是在7、8日前。7、8日前，伽罗虫师他们饲养的蚕，出茧的时间可大大缩短，而且蚕丝也比普通的蚕丝更为坚韧。也正因如此，蚕本身才更脆弱，需要用到最柔软的鸡绒毛笔。普通养蚕是不会用到这个的。伽罗虫师，你刚刚所说的都只是推论，程同与我们的案件并没有直接联系。有的，程家家仆买鸡时用的那个钱袋，此时正在吕家那惨死小厮的妹妹手里。哦，怪不得你当时说眼熟。那也就是说，程同买通了吕家的守夜小厮。没错。那这个萤火虫也不咬人，怎么能让吕元忠染了病呢？那根本不是萤火虫，而是蚊虫。蚊虫？蚊虫会咬所有人啊，怎么只有吕延忠感染呢？其他人都没事呢？确实是守夜小厮，趁夜把带有病源的蚊虫投放到了吕延忠的房间，令吕延忠感染了寄生虫。至于要避免误伤他人，方法很简单。吕延忠有夜盲症，夜不能视，起身必要掌灯。程同利用这一点，给了小厮携带寄生虫且身上涂有类似磷粉的蚊虫，让他于夜半将蚊虫放入吕延忠的卧室内。待吕延忠被叮咬后，小厮敲门，吕延忠起夜查看，必会点灯，蚊虫自然向着光源而去。蚊虫身上的磷粉靠近热气就会自燃，带病蚊虫便不会给其他的人也造成威胁了。所以吕元忠当晚看到的并不是萤火虫，而是自燃的杀人凶器。没错。作案的手法破解了，但是他到底有什么杀人动机呢？无非就是朝廷上的党派斗争嘛。可这3人在朝堂上不存在什么势力牵扯的问题。我知道了，程同的独子程孝和于1个月前在北部边境战事中战死，侯南和吕延忠都是在那一役中立主战的。哦，他这么做是为儿子报仇？子苏，当时就这么2个人主战吗？还有一个人，萧生官人也是在那一役中立主战的，不过他平日与程同关系挺近，或许是这个程同才放过了他。不好说。你们最好还是去萧家查看一下才好。我们分头行动，萨摩3炮和紫苏去找萧战士，我先去城府捉拿程同，一会儿跟你们会合。好。李少卿，这里1个人也没有。没有。快搜！是。
城府把我家主子请去了，这会儿应该还在那儿吧？不好，萧战士有危险，应该是被城头抓了。这事儿可千万不能让老大知道。怎么了？老大表面上一副不在意的样子，其实萧战士在他心里比他父亲都重。万一出事，老大非疯了不行。那就更不能瞒着他了。要是咱们因为顾虑耽误了营救，他会恨咱们一辈子的。三炮啊，有个事要辛苦你跑一趟。程仆宴，侯南吕延忠结党营私、买卖官职一事，你都查清了？查清了。他们二人早晚要死，转交刑部便是了。你为什么要对他们下此毒手？朝廷处置是法，你动手是罪。这一点，你不清楚吗？这是犬子赴战场前留下的诀别家书，其中详述了正确的作战方略，也写进了他赴死前的不甘。在原本可以不死的情况下，因不懂战略的文官贪功，不得不舍命冒进。他心中该是怎样的滋味啊！拿到这封家书的时候，臣甚至不敢想象他赴死时的恐惧。所以你才下此狠手。是，臣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方式谋杀他们，不过是想让他们也尝尝那种明知要死却无力回天，只能等着死亡一点点逼近的恐惧。你既然心中有恨，为何现在在边防事务上仍是立主战呢？以当前的形势，立主战的方略是正确的，况且这也是犬子的遗愿。怪不得小河里的水少，水被人引走了。朕已留不得你，但怜你爱子心切，况侯吕二人原就难逃死罪，朕可许你自选一条去路，说辞体面，日后也将善待你的宗族家事。臣领旨谢恩，请赐鸩酒一杯。启禀陛下，大理寺报，太子詹事销声失踪。什么？你往日挚友也不放过吗？传旨，全力搜查营救。府里一定有夹层，搜到买鸡的那个仆人，才能找到萧詹事的下落。都站在原地，不要动。萧战士在哪？怎么问得这么直接？你不想从杀人动机听起吗？
他为什么要坐在这里？蒲团底下。在这儿。夫子，夫子，这水这么浅，那家婆不是说……我之前嘱咐三炮去找大木板，把出水口挡住了。虽然不能完全挡住水，但却能大大降低输水量。喏，你看那。今儿菜不错吧？这可是专门给你们庆功的呀！蜜汁烧鸡。你这又是怎么了？能把那个鸡拿走吗？我现在看什么鸡毛、蚕啊、蚊虫啊，我就浑身发冷。啊，蚊虫都见不到，那你这个夏天可难过喽。等等，哎，别扔啊，留给我当宵夜。凭什么？我就不能自己留着当宵夜？紫苏，走，跟我端饭去。哦，小鸡。哎，三炮呢？是啊。嗯。你们到底在干嘛？都在这里吧？这你家后门啊，小的为了搬东西进来方便，特意在那边开了个小门。近日，你可有丢过什么东西？没有啊，小的每天睡前都会把门锁好，不曾有这样的事啊。你这门栓被撬过？啊？什么？这怎么可能啊？这高家是出了名的富商，高婶财大气粗，儿子高远儿跟着他爹沾染了不少坏习气。高远儿在这一带算是富家公子里的头头，个性蛮横，蛮不讲理，总之不招人待见。但是毕竟高家最不缺的就是钱，所以无论他捅多大的篓子，都有他爹在背后替他担着。那高远儿怕是惹了不少仇家。树大招风，高府财大欺人，高远儿每日招摇过市，就连我都看他不爽。但是又忌惮于高家的实力，大部分的人也是敢怒不敢言。所以要说这仇家，估计很难查出来。说起来，怎么没看到三炮？哦，最近城里来了个有名的口技艺人，我想三炮去看他演出了。口技？口技。这鸡怎么卖啊？公鸡50文，母鸡40文。哎，这谁家恶犬啊？走开！干嘛呢？这里头带兵几个人？快闪开！怎么晴天还打雷啊？下雨啦，收摊啦！表演吗？声音从里边发出来的，太厉害了吧！
好，你这可真够神的啊，太厉害了！好。客官，您慢走。听说高家那个事儿没？哦，早听说了，神得很，还不是自作孽。平日里不积点阴德，这老天爷都看不过眼了。你们在说高家的事儿吧？对啊，就因为那个高远，我都不敢让儿子往街上去。哎，终于死了，总算是清静喽。尸体上有很多凝固的蜡，很难清洗。死因查出来了吗？死者的后脑有被重击留下的淤血痕迹，应该是被击中后脑而死的。不是窒息而亡？不，尸体口鼻内并没有蜡油，也就是说，高远儿是在死后才被放进红烛之中的。这是什么？这是藏有高远儿那红烛的残片。这红烛有问题。你看这个缝隙，很明显能看出内外的分层，这就解释了凶手是如何作案的。你的意思是，凶手事先准备了一根刨空了的红烛？没错，因为浇筑蜡油时前后有间隔，所以新凝固的和原来外面的部分就形成了分界。原来是这样。哦，还有，我在尸体上采集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尸体哪个部位？头部和肩部都有采集到，但都是少量。钱带掉了。方法人，我没有钱袋。今天心情不错啊，三胖，走路都带风了。哎呀，你不懂啊，我现在内心呐是10万分的激动。哎，你知不知道东市那个口技表演？我当是什么呢？就口技呀。我也会。就你，哈哈哈。想不想看一次？想。两文。切，来，给你啊，来。听好了啊。嘿，三伯，你玩我！你跟我去趟双叶呢。不去。钱照付。走着。哎，三伯，我2文钱。凶手事先准备好了刨去中间部分的红烛，然后将高远儿的尸体塞入红烛之中，再将融化的蜡汁从尸体的头顶浇下，凝固之后，从外部看起来跟普通的红烛无异。那这高远儿是怎么死的？被钝物击中头部而死。怎么了？这凶手煞费苦心的把一个尸体塞在红烛里，究竟有什么目的？我看，他是想嫁祸其他人。你是说那个蒋二顺？我去他家后门查看过，门栓有撬过的痕迹。带我去看看。